大家好，我是杨天真。大家好，我是郭麒麟。大家好，我是吴镇宇。我们3个呢，将作为这一季的气氛组组长，和观众们在一起，见证各位演员的成长。这个说来也怪哈，这个明明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节目，但我却希望各位演员表现得比以前更好。这意思就是杨天真老师跟这些选手之间都见过是吧？哦，也见过一些啊。其实我也见过一些啊。有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了。哎呦，你看，这都是我比较熟的朋友们啊。说实在的，关于这个喜剧创作呀，我个人也是比较了解的。那个时候一熬啊就熬一宿，设计出来那包袱吧，还不一定保证第2天能让观众乐了，也没什么观众，最后也挣不了什么钱。能坚持下来，全凭着这满腔的热血，全凭着这赤子之心。每次看见他们，我心里都特别的激动，也很感动。暗下决心，一定得好好拍戏，千万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了。这个真的是好鼓舞人心的一段话啊。那吴镇宇老师呢？哦，我本来是打算拒绝的，但是一看节目组给我的报价那么低，我倒想来看看谁呀？我这次不教表演，我教他们怎么做人了。吴老师，您也别生气。其实不光是这个节目组和观众，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总觉得这个吴镇宇老师平时塑造那个角色呀，和喜剧关系不太大，啊，他都是那个警匪呀、枪战呀，都是啪啪啪啪，他都是那个，啊，总觉得和喜剧不沾边儿。但实际上，早年间在 TVB 这个培训班的时候，吴镇宇老师和周星驰先生是同期的同学，啊。所以这一段同窗的经历呢，也是吴老师和喜剧最近的一次了。怎么最近的一次？我在香港是讲栋笃笑 ，stand up comedy，you know， 就是粤语，用粤语讲的那个单口喜剧。哎，喜剧不单只是上星不单只有你们家。是，我们来也是为了学习，对吧？那相声演员嘛，无不知破行通，什么都得沾一点。我们不是专家，我们是杂家，都会有很多这个方向的选择。你比如说，我和我搭档阎鹤祥，我就选择影视表演，他就选择单口喜剧，啊，这个那是我选择的呗。他还能怎么选呢？你又没给赡养费，人家生活，我们也没孩子，我们没有赡养费啊。这些不提，当然没关系啊。今天来了很多我们相熟的相声演员，大家就放心的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你们自己应有的实力，也别怕说不乐大伙儿，淘汰了也没关系啊。因为我来的原因呢，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台到最后一期还能有一个说相声的。确实啊，这为根据我的观察，除了幽默之外呢，一个喜剧演员想要脱颖而出，还要有这个外形上的辨识度，需要有个性上的话题度，还要有长相上的观众缘儿。当然，最重要的需要一个优秀的经纪人。上这儿给自己揽活来了您。所以呢，我们新的节目叫做《喜剧之王单口记》，发起人就是我的老同学周星驰先生。但是今天呢，他没来啊，因为他在香港筹备他的新的电影，我也很困难呢，要在他电影跟这个节目中选择。最后我选择你们那个节目，原因是周星驰没选我拍他的电影。但是呢，周星驰先生会在香港一直关注咱们演员们的表现，后续表现优秀的演员们可以一起去香港找他，共同讨论单口喜剧的创作。那今天除了我们3位呢，还有一位单口喜剧的老朋友会加入我们。他的喜剧电影家喻户晓，陪伴了一代人，但他不是周星驰，他是影帝，又是导演，又是监制，但他不是周星驰。他呢还扮演过《西游记》中的经典角色。没错，他依然不是周星驰。让我们有请徐峥。
大家好，我是徐峥。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过分了，弄得我都好希望来的人是周星驰，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上来啊！因为我这么重视这个节目，我来之前还特地洗了一个头，啊！但是呢，今天来真的是很开心，看到很多优秀的演员，而且终于有好的作品可以看了。我说的是我的新电影《逆行人生》啊，《逆行人生》啊。正在热映啊！大家就是还是要放低期待度啊！我说的是这个节目啊，对。感谢徐导对我们这个节目顺带的介绍哈。那我们言归正传，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作为本季的气氛组组长，我们几个要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将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尊重观众，尊重赞助商，尊重赞助商喜欢的演员。绝不假笑、装笑、皮笑肉不笑，内部梗坚决不笑，谐音梗尽量不笑。希望我们几位能和大家一起见证各位新人演员从跑龙套的成长为单口喜剧之王，然后就可以去徐峥老师的电影里面再跑一期龙套了啊！最后呢，预祝大家讲出水平，讲出风采，喜剧之王单口季正式开始。我叫刘振东，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小的时候呢是一个留守儿童，大家可以投票了，开玩笑了。其实我家里爷爷奶奶对我挺好啊，家庭条件也不错。刚开始去村里的时候确实不是很适应啊。我们上学要坐农用3轮去学校，有人坐过吗？坐过。对吧？单缸柴油发动机啊，你远远就能听见它的声音在那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往那一看，那个3轮车就在那抽搐啊。然后你一上车，就感觉车上所有的人都特别同意你的观点，围着一圈人看着你。你可以在这个车上谈成任何事儿，是吧？把你家房子送我。这么一个车拉着我们去学校念书啊。当然在学校呢，我的梦想就是变成那个英语课本里的孩子，从小做梦都想变成那个英语课本里的孩子。为啥啊？因为英语课本里的孩子的物质生活一直比语文课本里的好，对吧？你也不知道为啥，李雷、韩梅梅家里啥都有，冰箱、地毯、沙发、电视、电灯、电脑啥都有，闰土就一根叉子，是吧？李雷、韩梅梅闲着没事出去郊游，是坐在那个公园正中心人工修剪整齐的草坪上吃汉堡，坐在草坪上吃汉堡。我们村里也有草坪，但我不能直接坐，里边有蛇啊！我要真想坐，还得把蛇先挑出来，否则那节课的英语单词就变了，也不是什么 lunch、hamburger 了，对吧？第一个单词就是 dangerous 啊，第二个是 snake、hurt、on my leg、help me， 大概是最后一个单词是 die， 对吧？啊，整个英语课本就结束了啊。但当留守儿童也不全是坏事啊，我挺喜欢当留守儿童的。啊，我下辈子还要当留守儿童，挺好的啊。比如说我找我爸要东西就非常简单，一个电话，我爸啥都给我。过年的时候，爸给我打电话说：“儿子，爸爸今年回不去了啊，你想要啥，爸爸给你买吧，行不行？你要不要变形金刚？爸爸给你买个变形金刚，要不要？”这时候能要吗？能要吗？哎，不能要，对吧？不能要，因为我想要的更多，对吧？你不能直接要，你要之前你要先巩固一下你们缺失的亲情，然后再玩命要，是吧？啊，我说爸，我啥也不要，我就要一个一直陪着我的好爸爸啊！一般说道上没有父母能顶得住的，对吧？我爸说儿子，你要啥爸都给你买呀，儿子。我要电脑啊！爸，你咋挂了，爸？后来我就转学了，转学去镇里念书，也不是很适应。最难学的是眼保健操啊，老师不让你睁眼睛，是吧？我只能跟着班级里教眼保健操的贴纸学。见过那个贴纸吧？哎，就那玩意儿只是图片，它不会动，你根本学不会啊！你不知道每个章节是怎么过渡的。第一张图是这样，第二张图是这样，对吧？你是直接来。你还是中间有个招是吧？你怎么能从这儿挪到这儿来了？
我当时就明白那个武林秘籍为啥叫秘籍了，对吧？为啥有人练不出来了？啊，主角掉进山洞里，周围全是壁画，图片动作都很简单，但就是学不会啊。第一招是这样，第二招是这样，你咋过去的，对吧？你中间的过程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但其实说了这么多哈，最难过的是我送我爸爸外出打工的时候啊，感觉他好像体会不到我心里的不舍，因为当时我在3轮车上啊，爸走了，爸不给你买电脑了，谢谢大家，我是刘东，谢谢。大家好，我是新仔啊。谢谢。我讲单口已经有4、5年了。用的也是新仔这个名字，但是最近呢，认识我的人好像只记得我另一个名字，刘波啊。我回家，我爸看见我都是，哎呦，刘波大少爷回来了，就感觉我不在家期间，他也没少当老爷啊。就别说别人了，我的那些侄女儿、外甥也是看了少爷和我才认识的我。小时候我在家过年。我得给大家表演节目，现在过年回家，我得看着他们表演我的节目。哎，你上去给你舅演一个去，说的话都一样。但是我侄女跟我一样，都是那种性格比较内向的孩子，不去。你怎么不？你舅当时怎么演的？你去演一个，让你舅点评点评呢？哎，可好了，这孩子演的那小表情跟你一样一样的。那小词儿怎么说的？怎么刘海儿怎么？哎，不是那么说的啊！你会说，你去说一个，把那词儿背一遍，把这又不背了。不挺能背的吗？在家背挺好的吗？我一天天学习学不明白，背这破玩意儿背可能来，上去背一个。我说我背吧。为难孩子干啥呀？你说。哎呀，家里人就是对我的状态很好奇啊，就是在舞台上的状态啊，尤其是我舅他是一个酒蒙子啊。但我特别喜欢我舅啊，因为我老家那边就全是酒蒙子啊，特别亲切，特别可爱。酒蒙子在外面的那个状态就是哇，那就是气吞山河，就是说一个心中澎湃，但实际上寸步难行，因为工资卡都在媳妇儿手里呢啊，胸中澎湃，但是囊中羞涩。在外边喝酒的状态都是，哥们儿啊，今天这一顿必须我请啊！一回家，媳妇儿啊，哎，今天那饭不我请的吗？是吧？不，上回人老刘请的，我这回我心想，我怎么的？你干啥，媳妇儿？不是，哎，你别，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东北酒蒙子就是这样啊，酗酒但是纯爱。纯爱，你纯的纯。我见过喝的最多的一个酒蒙子，最蒙的一个酒蒙子是有一天我在我家楼下的一个烧烤店啊，一个大哥光着膀子出来，边下台阶边穿他那个衬衫，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啊，就有人喝多了之后穿衣服，他找袖能找那么长时间呢。啊，他下来之后就，哎呦，哎呀，今天的酒喝的好啊。哎，小风吹的，怎么舒服啊？舒服。怎的了？哎呦我什么袖呢？我袖呢？我袖呢？我说没在我这儿啊，我没拿啊。这不在这儿呢吗？没看着呢。刚才我袖呢？哎，我袖呢？我就感觉他媳妇儿叫袖啊，被人跑了你，我袖呢？我就合计啊，我要不要上去帮他一把？然后一个大姐就出来了啊，应该就是他媳妇儿。那个大姐的表情呢，就是说在里边听见外面大哥在外边嗷嗷叫唤，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赶紧出来看看，发现大哥已经跟衬衫打起来了啊。然后就说：“哎，这儿呢，他把袖提起来了。但是这个袖啊，它其实是越往下它才越好穿。大姐往上一提，大哥反而够着就越费劲。
越费劲越够不着，大姐就越往上提，越往上提，大哥越够不着，他就越着急，他就哎，不是你别提了。媳妇儿，我爱你，你上一边。我段子的风格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就是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啊，就是说酒这个东西啊，喝多了肯定是伤身体的，希望大家不要酗酒，但是纯爱啊，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叫抱抱，然后呢，我来自西北的一个城市敦煌，就是有沙漠、有戈壁、有莫高窟那个城市哦。有一年，我的一个南方朋友去我老家玩，我们去了个景区叫雅丹地貌。我朋友状态不对了，他好像被那个边塞诗人附了身，他开始吟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他只会这一句：大漠孤烟直，来来回回就背这一句。我们旅游大巴上有个小孩看得实在受不了了，过去给我朋友大喊了句：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我朋友说：哎，你这首背的也很好啊。嗨，大家好，我是戴维我是一个稍微会注意一点穿搭的直男，只是稍微就够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竞争最不激烈的一条赛道，就但凡你努力那么一点点，你就可以超过大部分人。在我老家广东佛山，只要我出门不穿拖鞋，我爸就问我是不是要去喝喜酒。男生确实很懒得去买衣服啊，就是现在商家为了推销男装，他们已经疯了。你想想看，我们全中国最有名、最成功的一句男装广告语，居然是1年逛2次某兰之家。它最大的卖点都不是好看，是你可以少来。你就感觉这个广告打得太卑微了。就可能他们销售总监跟 CEO 说，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让顾客来2次。我 CEO 听了不敢相信，不是吧？这会不会有点太激进了？1年居然买2次衣服，哪有这种败家爷们？就因为男生被人夸衣品好，好像就是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确实，如果有观众评价我说虽然这个戴维一点都不好笑，但是他把衬衫的一边塞到裤子里，这个小细节，哇，真的太时尚了。这么夸我也不会开心。而且这种穿法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哈？上厕所结束得太匆忙。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不注意穿搭，是因为对自己有点盲目自信。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只是懒得弄，我要是弄了，那还得了？而这种人一旦打扮起来非常浮夸，穿个 polo 衫会把衣领竖起来那种，我真的太讨厌别人把衣领竖起来了，太嚣张了，以为自己很帅气，其实性缩力拉满。因为小猫小狗刚刚做完绝育也是这个样子的。赶紧弄下来。我还很看不惯有的男生，他们不管在任何场合任何搭配都会穿那种很夸张的篮球鞋。我见过有新郎结婚的时候西装配篮球鞋，是不是有点过于随时准备弹跳了？你叫自己亲手去抢那个手捧花是吗？那真是盖了帽了。就是男生在穿搭上的消费，很多时候就集中在球鞋或者手表、手串这种东西上面，很奇怪，只打扮视之末端。那头跟躯干直接放弃，这就相当于你家装修只装飘窗。你让客人怎么说啊？虽然你这个3室1厅是个毛坯，但你这个欧式古典宫廷巴洛克风格的飘窗还挺有氛围感的。
我是怀疑啊，大部分男生他们是有一个内部的这种共同策略的，就大家一起约好不搞穿搭，谁敢打扮就嘲笑他。哎呦，兄弟，你好香哦！必须大家一起丑，就逼着女生没有办法以貌取人。择偶的时候只能去看一些别的东西，那只要他有上进心，那也挺好的。不得不说，兄弟们这个策略真的太成功了啊！你看现在大家对男生外形的要求真的好低，一般就说干净清爽就好，这是对一包湿纸巾的要求。我们这个策略成功到都已经违反自然规律了啊！你知道，在大自然，绝大部分雄性动物都必须要靠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看来吸引雌性的，不会有一只母狮子喜欢一只公狮子，是说啊，我就是喜欢它情绪稳定，想谈，没有，全部都是看外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雀嘛，就即使在如此残酷、随时会死、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雌孔雀择偶的第一标准还是好看，而公孔雀就把男性衣品好的这个重要性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只要开屏开得好，就可以找到老婆。他们求偶就特别简单，都不用展示生存能力，只要展示 OOTD， 就在那里屁股一翘。嫁给我。好，谢谢大家，我是戴尔。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鹿啊。谢谢。前段时间刚办了婚礼啊，今天谢谢啊。今天穿婚纱来呢，倒不是因为我多么的爱结婚啊，只是因为这个婚纱我买都买了，我想穿着它嫁人，也穿着它骂人啊。我的这个婚礼搭子呢，是一个比我小5岁的澳大利亚大男孩啊，喜欢送给你们啊。我过去就是我们备婚备了一整年，我过去一整年一直在紧张的备婚，而他也一直在正常的生活，他太松弛了。我每天搞婚礼，搞这个婚纱，搞伴手礼，搞婚鞋，搞7搞8，而他搞不清状况。甚至在婚礼前1个月，他还问我，我们公司安排我出差，我可不可以婚礼前1天才到？我说你也可以后1天才到。太松弛了，而且伴郎团一到达中国，他就跟伴郎玩去了。我说你要跟我筹备婚礼，怎么成天跟伴郎黏一起？怎么你也是来参加婚礼的吗？他说可是我跟伴郎们好久不见了，我觉得婚礼期间我应该多跟他们在一起。我说怎么你们的小别胜过我们的新婚？伴郎团就更松弛了，他们在我们婚礼彩排前就完全喝醉了。最后彩排是所有的伴娘团像赶猪一样赶着他们走直线。哇！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伴郎伴娘必须一一对应，因为每个伴娘必须1对1定点帮扶一个伴郎。我就看不下去了，我问他，我说你找伴郎不能找点靠谱的朋友吗？他说靠谱的早结婚了。太夸张了啊！结婚真的很伤感情。结果就知道了啊，婚礼的极限压力真的是会让你断情绝爱。就你到那天，因为那个压力之下，你会越看他越觉得他一无是处，是个废物。我们婚礼司仪说中文，我新郎听不太懂。平时我觉得挺可爱的，但那天我觉得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差？你是外国人，这是理由吗？你都来中国8年了，5岁的话筒中文都比你好。一般我生完气呢，他就会睁着他无辜的蓝眼睛看着我，我就会迅速的熄火。但那天他越看我越生气，我说看什么看？为什么有色眼镜看我？
前夜啊，我的紧张焦虑达到了顶峰，我对着我的伴娘团爆哭。其中有一个伴娘为了我宽慰我，就说：“姐妹，还来得及。”你可以，我说不可以。你知道我这一年我婚纱试了多少件，婚鞋换了多少双，我跟策划公司吵了多少架啊？我的宾客牌座搞了多少版？我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愚蠢和懒惰影响我婚礼的完成。这个婚必须结。哪怕今天结了，明天离。哎，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可以。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但婚礼是我1个人的项目。然后我的伴娘说：“可是你值得更好的。”我说：“没有任何男人值得我再办一次婚礼了。”然后我伴娘说：“可是，说明你这么说，说明你还爱他。”我说：“哎呦，爱不爱的，现在爱了不爱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来都来了。这个婚他在劫难逃。”当然啊，这个婚礼上拉垮的也不光是新郎和伴郎啊，更拉的还有我爸。在我们那个仪式上啊，说誓词这个最浪漫的环节，全体宾客泪洒现场。这个时候，我爸手机铃声响了。当时我正在泪眼婆娑的跟新郎说：“谢谢你带我爱上我自己。”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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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后我爸偷感很重的。毫不犹豫的起身去接电话，我余光还看到我妈抓了我爸一把，没抓住。本来我的眼泪止都止不住，那一下止住了。仪式结束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刚才是你们单位要上市了吗？到底是谁的电话？”然后我爸说：“没啥，一个诈骗电话。”我说：“爸，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1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非得当时去完成？哎，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哎，这是我的婚礼耶，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现在我的婚礼已经结束了。但是啊，婚礼对我的伤害还在继续。前2天有一个朋友来问我说：“哎，小陆，你们婚礼上的鸡尾酒好好喝，可以推荐给我吗？”鸡尾酒是整场婚礼新郎唯一负责的东西。我说：“你去问新郎吧，这是他弄的。”我朋友说：“哇，你好幸福啊！你们婚礼都是他弄的吗？”我发现啊，多数婚礼好像都是这种模式，就筹备模式都是新娘歇斯底里，新郎事不关己。为啥？可能就是因为所有的影视文学作品都不断的告诉我们说，每个女孩都向往着一场完美的婚礼，谁向往谁买单嘛，对吧？所以甚至现在很多婚纱店都是这样，租新娘的婚纱送新郎的西装。我觉得凭什么婚礼只是女孩子的幻想啊？都可以幻想起来呀，对吧？哪个男孩不向往着一场披荆斩棘、酷炫逆天的婚礼？你可以在婚礼上穿上你最帅的夜光变形盔甲，踩着你最帅的 AJ， 站在你最爱的无人驾驶挖掘机车顶上，突突突突突的入场，单手空气投篮，另一只手握着你又粗又直又亮的光剑，跟新娘的前男友一一决斗。在即将迎娶新娘时被岳父退婚，你邪魅一笑，振臂一挥，伴郎团的 Seven、迪迦、诺亚等74名奥特曼从天而降，问你相信光棍吗？全体宾客下跪，对你高喊恭请龙王归位。好，谢谢大家。我很早就离开了家，我是17岁上高3的时候出国上学的。当时我回国，我妈要给我个证书，她搞得很隆重，她拿着一个托盘，穿着旗袍，上面盖着一个红布。我当时以为是房产证，没想到打开一看是这个，皈依证。哎
悠悠，你知道吗？我最近重温了一下安徒生童话故事，我发现我最喜欢里面那篇《海的女儿》。人鱼国王呢，他有6个美丽的女儿。主任，等一下，喂，6个女儿哎？啊，喂，这国王重男轻女啊？你从哪看出来的？喂，6个女儿哎？啊，一般这种家庭的女儿都叫什么招娣啊、来娣啊、思娣啊、祥娣啊、盼娣啊、快娣啊？怎么还有快递啊？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大老王，然后我是个北漂，然后今年还在找房，但我今年对租房的要求非常高，因为我已经31岁了，我不是个吃苦的年纪了。我今年想租一个好主卧，那种南北通透、地铁上盖、园林景观、顶级物业的好主卧，预算3500。我把我的所有筛选条件在找房软件勾选完，点击确认，给我订回了老家内蒙。真的很难找，而且那些中介说话真的很离奇，跟我说是个套房，进去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说你这是个俄罗斯套房。20平的房子，跟我说能住3个人，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立的房间。我说你怎么住下的啊？你是先放了床后垒的墙吗？理解不了，真的，这2个月基本每天都在看房，从早看到晚。我这2个月基本上算是全职看房。人是不可以全职看房的，精神会不太正常。我那段时间我就开始乱看，北京东南2环，广渠门，看了个280平的别墅。乱看你还不让我看吗？东西朝向的别墅，卖6000多万，我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房东的钱来路不正，哪有正常人花6000多万买个东西朝向的房子的？我租房3500，看的全是南北通透的。正好那2周我妈退休，我妈来北京，我妈看，我妈说儿子，妈妈来过很多次北京，故宫、颐和园、长城，妈妈都去过。你在北京待了快10年，你带妈妈看看你眼中的新北京。第一站，带我妈去了国贸的早高峰，下来看了个隔断，直接给我妈看崩溃了。我妈说儿子，你在北京3000多块钱住的地方，连窗户都没有吗？实在不行，妈妈给你买下来吧。我给我妈看了眼房价，我妈说儿子，实在不行，实在不行。你总不能天天带着妈妈看房子，真的很辛苦。所以我妈待的那周，基本上我妈就每天在家躺着，我去看房，白天看房，晚上告诉我妈找不到房子消息，白天晚上。第6天的时候，我妈崩溃了。我妈说儿子，那个妈妈准备回老家了。北京这个城市好奇怪呀，怎么躺着就焦虑呀？你也早点回来，这儿老家更适合咱们。你想，你回老家是可以得到大房，你表弟去年买的房子多好。我想到去年我回老家，我表弟在我老家内蒙古乌海市自己全款买了个180平的房子。180平房子太大了，我没去广渠门之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大的房子的。180平房子太大了，你们知道180平房子有多大吗？太大了。他家有个房间居然叫衣帽间，衣帽间，衣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衣柜不够你睡吗？我真正崩溃的瞬间是上厕所，他有个智能马桶、感应马桶，去了不会上，我去了就不冲水，急得我对着马桶开始打太极，边打边懊恼。我说从北京到内蒙不会冲水了，内蒙以前都不用冲水的呀。我说我在北京做互联网的，不会冲水，我天天跟人赋能抓手打通上下游，这上下水怎么打不通了？最后是我表弟进来帮我把水冲掉的，把我北漂所有骄傲都冲走了。
出去以后真的很悲伤。我妈很兴奋，我妈说儿子可以回老家吧？你看老家什么都有。我说妈，我好像住差的住习惯了，我离不开北京的这些生活方式，离不开这些连锁店，离不开兴什么课，卖什么劳，优什么酷。我妈说啊，这些老家都有。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老家的兴什么课，还是不太一样。老家的兴什么课里面，大家真的在喝咖啡。没有人掏出来苹果电脑装的，大家真的在聊，说这个兴什么课的奶呀，用的肯定不是呼伦贝尔的。我妈说你回来可以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比如像妈妈一样当个中学教师。我说妈，你不知道吗？你所在的内蒙古乌海市第4中学的中学教师，要研究生学历的。你儿子今年31岁了，英语4级还没过呢。而且你想想，你儿子从事过2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在互联网公司当产品经理，产品经理最出名的一本书叫《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第2份工作，脱口秀演员，脱口演员最出名一句话叫你儿子这2份工作呀，都没门槛的。是我不想回老家吗？你有没有想过，有的人只配去北京？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好久不见。我站在爱奇艺这个台上，我其实现在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从南极来到了北极一样，环境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周围没有一个我的企鹅朋友。哎呦呦，太硬了，太硬了。还好有我的老朋友在，是吧？宇宙老字号京都念慈庵，谢谢，感谢念慈庵啊！很久没有讲过这种带商务的脱口秀了，真的，我感觉一切都回来了。有了京都念慈庵，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呀，你们也知道是吧？就是去年 gap 了1年。而我是那种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能带给我那种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去年我甚至重新注册了好几个那种求职网站的会员，我就想看一看，哎，会不会有哪个文工团正好在招聘一名幽默帅哥呢？是吧？而且我从小就这样，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寒假30天，然后寒假作业有60页，我就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规划，我每天要写2页，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同桌看到之后就非常的震惊，说你有病吧？我说咋的？难道你一天写60页？我们根本就没有写呀。但是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规划在我这里，甚至我只有初1、初2、初3这3天是休息的，大年30我都要写完作业再吃年夜饭。我爸妈看到之后都说：“孩子，你这个调休好不合理呀。”而且。就是讲脱口秀之后，我这一点的感受变得尤为的强烈。你也知道我的那些脱口秀演员朋友们啊，每天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吧？红尘作伴，潇潇洒洒，从来不为明天担忧，因为今天很有可能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每次看着这些朋友，我时常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骏马，只有我是沉迷拉磨的驴。我们一样讲着笑话是吧？但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平时跑步，他们都说我跑的是驴拉松。而我们这种驴系男孩呢，我们这种驴系男孩最害怕的，跟打印机是一样的，就是突然之间没墨了。去年我经常会在一个咖啡馆在那儿写段子，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是的，真正的驴是可以做到没墨硬拉的。有一天我就写累了，我的眼睛非常的酸，我滴了一点眼药水，我在那边这样休息。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桌上多了一杯热水，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写着“会过去的”。我一抬头，那个店员，你们有被那种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心刺痛过吗？
会过去的。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我遇到的这个坎儿，还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第一次喝一杯热水是吧？但心里凉凉的，真的。但是去年一整年没有拉磨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人是可以不拉磨的，也没有什么坎儿是永远过不去的。所以今年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发现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讲我自己最想讲的东西。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一年来我在那个咖啡馆写过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段子。你们大部分人会后悔这个鼓掌。你们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那种班级之间那种合唱比赛，是吧？我们都知道这种比赛比的不是说你们班到底有几个唱歌特别好的人，就是看你们班到底有几个人唱歌完全没有调，是吧？就什么乐器、和声、声部全都没有用，只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唱天无爱，你们班就废了，对吧？10个那英压不住1个杨丽，那一力降10会，是吧？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班就非常非常努力的练习，大家都不想拖别人的后腿。就我们班主任看到我们这样就说：“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放轻松，我有办法，我有秘诀啊，我能帮大家解决这个走调的问题。”我们就都很好奇，就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方法？班主任不着急，等到自习课的时候，班主任前门、后门全都锁好，整个窗帘全都拉起来，窗户也都锁上。我们都很激动，说这么神秘，这是要干什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们班主任说，这就是我的方法，只要我把门窗都锁好，我就能确保咱们班没有1位同学会走调。这个就是我过去1年最喜欢的段子。很高兴和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庞博。但其实，这也是我认为脱口秀最好玩的一部分，就是来，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一定要让你看一下，来，然后我带着你，我们2个一起徒步走了3个小时，走了10公里，我就是为了给你看一坨垃圾。好在你也不会生气，因为整段路程我都是陪着你一起走完的，没关系，会过去的。谢谢大家。就是大家好，我是77，一直有观众说我长得像杨天真。今天第一次见到本人，真的好像一起美丽又大方。而且我去年也干了一件大事，我去年减肥瘦了40斤。能从一些人的脸上看到疑惑呀，心里在想，这是减肥前减肥后啊，这是。格局小了，朋友们，别看我现在不瘦，我以前更胖，而且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胖，所以这次减肥让我第一次发现，哇，原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锁骨。然后我的生活也变了，首先是我的电动车，它同样的电量可以跑得更远了。我的穿衣风格也变了，我之前只穿宽松的衣服，因为遮肉，我现在主打一个露。去年一整年一件 T 恤也没有买过，全是吊带儿。哦，今天没有穿，节目组不让。我也开始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以前没有发过的那种好看性感的自拍照。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我刚发完，有一个3年前的前同事过来找我聊天。他说：“美女，晚上好。”我说：“你好。”他说：“认识一下。”我说：“我们已经认识了。”但他的下一句话好震惊我，他说：“哇，你好会撩啊！”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确实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以前被人造过一个很离谱的谣言，我才发现我的人生不是没有观众，只是我之前没有看到他们的 report。他们造我饭谣，他们说我吃得多，哼，有人在想不一定是谣言吧。
他们是说我在演出结束之后的聚餐里面吃的太多了，给请客的俱乐部老板吃生气了。这么离谱，竟然真的有人相信，这肯定是谣言吧？因为你们想，就算俱乐部老板真的生气了，他怎么跟别人说呀？他说：“你也听我请演员吃饭，我有个叫七七的也吃太多了。你说我这个人小气不小气？是吧？没有人会这么讲的吧？”就是他这个算是一个八卦，也算一个谣言，让我觉得好羞耻。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吃的多会被嘲笑，我一直以为吃的多很可爱呀。是吧？偶像剧里都是这么说的，女主角吃的多，男主角就会很宠溺的说：“真是个小馋鬼呀。”哪个男主角会说你是饿死鬼吗？你跟别人说有一些女明星啊，特别爱立吃货人设，他们根本就不合适啊。有一个女明星说她每天喝8杯奶茶，网友都不信嘛，说她好茶呀。但如果我说我每天8杯奶茶，你们只会觉得肯定是好茶。我不喜欢这个八卦，还有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八卦显得我好傻呀。就是你们想一想，我们这个行业其他人都是什么八卦呀？抄袭、离婚、亲嘴儿。别的不说，他们至少像个成年人吧。只有我每天在那嗨嗨吃饭。我当时真的很担心，不会有俱乐部嫌弃我吃的多，不请我演出了吧？我不会因为吃饭而吃不上饭吧？我就赶紧去找我经纪公司的老板商量，我说：“你知道外面传我什么吗？”他说：“知道。”说你没礼貌。我说：“这个我倒是不知道。”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说那现在怎么办？我的饭也要在外面沸沸扬扬的。”他说：“你以后在外面少吃点吧。”我说：“这又是你控制舆论的方法吗？以后我在外面只能夹起嘴巴做人了。”他说：“那也是没有办法，女生哪要像你吃那么多的，不体面。”我当时好委屈，我说饭量大就不体面了吗？女生也太容易不体面了吧？我有点生气了。我争取什么素颜自由、穿衣自由，本末倒置了。从今天起，我就争取吃饱自由。我要做拒绝饭羞耻的新时代女性。我的前辈争取了上桌吃饭，我要争取上桌吃饱。谢谢你们。哎，大家好，我叫翟佳宁，哎，谢谢，真的。人生中第一次来到这么大舞台，老翟家祖坟冒青烟了，真的。真的，我给各位讲讲我之前从事脱口秀之前的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刚步入社会第一份工作是一个环保工程师，朋友们，不是扫大街那种。环保工程师主要负责什么呢？主要负责就把咱们人类在城市里产生这个垃圾呀、粪便呐、剩饭剩菜，送到咱们人类永远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一般呢，咱们管打工人叫社畜、牛马，对吧？我不是，我属于那个社大肠杆菌，我属于分解者，真的。我那种出差地址，真的朋友们就特别偏僻，偏僻到什么程度？就是连人类都看不见。如果你们平时出差叫出差，真事儿，我平时出差应该叫流放。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出差那个地址，是我领导用 Word 文档给我发过来的，地图上标记不到那个地方。他说：“翟，你这第一次出差，咱先去这个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安国镇朱王庄村口向西走3.5公里，找到一个加油站，再向苞米地方向走2.5公里，遇见联络人徐工，使劲询问。”真的。我发誓，朋友们，那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在一个地址里头看见一个人名。就我那个地方有多偏僻，我算了一下，杭州到上海是170公里，我那工作地点最离最近的快递点201公里。真的，我跟你讲，我们那儿花钱特别费劲。有一次我们一个工友过生日，我们说必须要奢侈一把买一个蛋糕，查了一下，最近的蛋糕店是在山东省。
那个蛋糕店的备注特别真诚，说无论您在哪儿，我都给你送到。我们一方面看了之后特别感动，一方面又决定要给他上一课。啊！我头一回啊，看着一个外卖员把蛋糕送到咱们店里头，送到咱们那个厂区里头，跟咱们真诚的说你要是兄弟，你就给我刷一个1星差评。我可再也不敢再来了，真的。不干了。但是呢，他当时跟我们相处的特别融洽，当天他是甚至陪我们过完生日才走的。他不充电，那电动车实在是跑不了了。就怎么说呢？这个工作啊，钱少事儿多，离家远，而且现场都是男性，脾气都不特别好。我永远忘不了我跟工地大哥有一次最辉煌的战斗。20年夏天，我巡视现场，看到一个工地大哥，他一边动电焊一边抽烟，我就过去批评他，我说你能不能干？不让抽烟，不能干就走啊！我离开他大概就3米，我耳后就传来了特别不和谐的声音，说你个小星号，跟我装你个星号。朋友们，就当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之后，整个空气氛围就凝固了，你知道吧？大家也能听出来是吧？就我体内流淌的这个契丹人的血液，还有就是说来自咱们大辽的荣耀，是不允许我在中原这片土地上听完这句话之后无动于衷的。我小时候如果跟别人打仗没打过人家，让我爸听见了，我爸绝对揍我第2遍。我们老宅家的家训就是 Don't argue, just fight， 真的。我当时没有任何犹豫，一拳就打在大哥脸上了。整场战斗就此拉开了序幕，特别的激烈。朋友们，激烈到什么程度？就整个工地现场都充满着我的哀嚎，真的。衷心给各位一个建议：一见工地大哥生气跑。我打大哥那一下就是我碰到大哥的最后一下。我躺在地上，安全帽从来没那么有用过，真的。大哥甚至一边抽烟一边揍的我，我一边躺地下一边求饶，我说哥错了，再也不敢了。我们老宅的家训今天就改了 ，Love and Peace forever。最后衷心给各位一个建议啊，就是工地啊，动电焊确实不能抽烟，安全第一啊！谢谢大家，我是戴安宁，谢谢。大家好，我叫小罗啊，是一个线下的单口演员，也是一个喜剧编剧，会写一些 sketch 什么的。去年爱奇艺有个节目叫1年1度喜剧大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我是那个第2季的编剧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写的作品叫《社畜的愿望》啊，不会耽误你们很长时间，因为被剪了只剩25秒。然后我之前有另外一份正经工作，然后辞职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工作强度太大，身体吃不消了。我辞职之前做了一次体检。你知道那个体检报告，如果指标偏高的话，在那个数字边上不是有个向上的小箭头嘛，对吧？我打开我的体检报告，几乎所有箭头都向上，我以为我升级了，真的太累了。我辞职之后没事干，我在家玩吃鸡啊，我都玩进去了。我说这不就是我吗？啊，天天背着个小书包，没事就找个地方蹲着，一天到晚收到。我之前是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我觉得从事业单位辞职有很多很微妙的感觉啊。首先你没有办法跟你的父母开口，对吧？你跟他们说爸妈我决定辞职了，他们听到的是爸妈我决定去死。然后你的朋友也没有人关心你啊，也不给你介绍工作，也不关心你，就天天阴阳你。我辞职之后过了2个月，我跟我朋友去吃那个冷面，然后走到饭馆里面，我那个朋友就说：“哟，这不是你刚丢掉的铁饭碗吗？”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一天到晚被人家阴阳，我觉得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嘛。之前我说我是事业单位的，然后对面人就会说啊，我知道，你们福利很好。我说没有，到手7、8千块钱没了。他说，哎，我知道呀，福利很好，你知道什么呀？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感觉他讲话像暗访一样。不是我每次都说，哎，我知道。我说好，行，我知道。我说账面上是8000，好吧？其实每年中秋节发1桶油。我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写一些搞笑的短剧、脱口秀、商务、企业年会，这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现在，然后会接触到一些甲方。其实我是一个很适合当乙方的人，我耳根子超级软。
我是一个耳根子非常软的人。我们抽烟的人坐动车啊，坐到那种5分钟的大站，我们不是都会下来抽烟吗？但是不到1分钟，那个乘务员就会叫你上车。但是他叫我上车，我就会上车。我每次上车之后，我坐下来之后，我透过车窗，我就会看到一个大哥在那完完整整抽满5分钟。我感觉他能干大事，他能追动车。我超级适合做乙方，我是一个耳根很软，我对甲方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情绪，我对甲方就唯一的一个要求，我衷心的希望全世界的甲方都能明白一个道理，叫1分钱1分货。真的，我半年前啊，我遇到过一个甲方啊，就你说他不懂喜剧吧，他又看过电视，假模假样的在看你的稿子，说，哎呦，这感觉跟那个电视上都不一样啊，感觉跟那个什么果的都不一样啊。他说，哎，你们线下演员跟线上演员写的东西都不一样的吗？我还很耐心跟他解释，我说，老板是这样，我们线下演员呢就好比是那种普通的安卓机啊，线上演员呢就好比是 iPhone， 我们做工虽然没有他们那么精良，但是功能是差不多的嘛。对吧？你非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有些格式我们这边可以，他们那边不能播嘛。我说老板，你看过电视，我们就更好沟通了。哎，你看这个段子，你看这是不是至少一个灯？至少一个灯，他还挺懂。他说一个灯哪行啊，一个灯都要被淘汰的呀，起码要3个灯吧。他说我很喜欢那个刘海，那个刘海，那个刘海，哎，喜欢那个刘海。他跟我说你就跟他写一模一样的嘛。我能跟他写一模一样的，我为什么不上电视呢？对吧？大家聊天真诚一点嘛。那你那么喜欢徐志胜，你为什么不找他来写呢？该不会是因为请不起吧？对吧？1分钱1分货，你花的就是普通手机的钱，你为什么要去追求 iPhone 的品质呢？你会在手机店里面拿着一个1000块钱的安卓机说，哎呦，这跟那个什么果的都不一样啊。就一个摄像头啊，一个摄像头淘汰了，人家3个摄像头啊！我喜欢那个刘海，喜欢那个刘海，喜欢那个刘海。其实我辞职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上一份工作的作息非常的不规律。我现在是一个被动的在全职做喜剧的状态。我现在作息非常规律，每天写稿写到早上5点。我觉得人在这种时刻，就是什么阴暗的想法都会有。很想抄袭，很想抄，尤其那种一次性的商务稿件，阅后记粉，没人发现了，就靠自觉了。什么君子慎独啊？君子慎独是因为君子没有熬夜熬到5点。但我又觉得我应该堂堂正正的挣钱，我是不是应该站着把钱挣了？但是现在已经5点了，我知道我 Ctrl+C 加 Ctrl+V 我就能下班了。我在凌晨5点钟，我天人交战，我又想站着挣钱，我又想早点下班。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把键盘上的 Ctrl 抠掉了。我发现我在生活中是站起来了，在游戏里我蹲不下去。谢谢大家，我是小罗。大家好，我叫hamza，很开心今天见到这么多老外。大家也听得出来，我中文也凑合吧，因为从小在中国长大，我爸是从也门来的，我妈也是从也门来的，这么算的话，我是堂堂正正的纯爷们。我从小在浙江义乌长大的，我算是义乌为数不多的进口货吧。我的工作是一名演员，我出道的时候，你们知道有多 amazing 吗？我拍的第一部戏，15岁的时候拍了一部戏叫《天降雄狮》，当时是跟成龙老师演的。成龙哎 ，Jackie Chan，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啊，反正在也门他很有名的。我当时心想，哥们儿，走起来了呀，起飞！第一部戏就跟成龙演。下部戏得跟谁演呢？我现在天天想的就是，下部戏得跟谁演呢？我现在主要是跑龙套呗，有人可能认出来了，电影《爱情神话》的亚历山大就是我。哎，没认出可以不用装啊。但是合作的是许峥老师。
一开始进组的时候，我心想，这光头谁呀？好像也没见过。我跟他打招呼都是有什么？我看大家都很尊重他，我以为都是尊重老人嘛。回家一查，完了是个腕儿。我还跟婚姻红老师合作过，老规矩，一开始不知道人家是谁，就觉得他是个挺认真的演员。我心想自己挺有经验的嘛，拉一把是一把。我在现场就调整了一下他的表演。后来知道了他得了影后，我不敢说这里有我的功劳啊，但我确实知道过。我是社会了一点，就是想抓住每一个演戏的机会，但我这个外表能演的戏不多，尤其是这几年古装戏一多，我算是吸引了。古装戏导演们，你们可以打开一下思路，外国也可以有武林高手啊。阁下是哪一门高手？他们形意门、也门、学也门。哎，动作戏的角色也很受限，因为肯定是去演外国大力士，不用去就知道，对面不是叶问就是霍元甲，我都不用看剧本，流程咋都熟。过去先放狠话，大拇指往下一竖，等死就完了。最后趴在地上 ，Chinese Kung Fu。这么好的角色可遇不可求，可能我在国内没什么发展的机会了吧。退休其次吧，我打算去好莱坞发展一下。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可以教我一下？到了那边以后，取许真这名字好使吗？谢谢大家，我是哈姆仔。嗨，大家好，我是黑灯。是一个盲人啊，你们能理解这种状态吗？盲人能看到一点点是个什么状态？就是出门问题不是太大，但是能办到残疾证，就瞎的刚刚好，理解吗？然后其实是小时候是可以的，到大学毕业那一年啊，视力从0.6掉到0.2，就1年时间，歘那么一下就掉下来了，降得太快了，不太能接受，有那种病耻感。你们听过这个词吗？就觉得生病很羞耻，就不想让人家看出来你有病，就在那演了好多年。后来回想起来就发现愚蠢，都看出来了。大概还能看到一些轮廓，像那个电梯按钮是能看到的，上面的字看不清楚，要看清楚要凑很近，要这么看。所以那会儿坐电梯是个什么状态呢？就电梯来了，门一开，里面如果没人的话，我就自己找。我说6楼，有人在里面你就不可能这么找了，对吧？有点变态了，对吧？有人怎么办呢？换个策略，赌一把。就赌这么多人里面至少有1个人会和我同一层下，那个电梯越升越高，赌注越加越大，有好几回一直坐到了顶楼，就我和另外一个女生。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电梯里恐怖的氛围，人女生坐的电梯好好的，进门一开，进来个男的往她旁边一站，啊，也没有去按那个按钮，就往那一站，戴个墨镜，弄个爆炸头，就往那一站，手机都不玩。一直坐到顶楼，门开的一瞬间，人姑娘是发射出去的。等他的门关起来之后，我说6楼，愚蠢啊！监控都给你拍进去了，人家拿这个录像去报警，一抓一个准。不想让人家看出来你瞎了，演个变态。到0.2之后呢，降的就很慢了。今天跟昨天没有区别。跟1个月前可能也没有区别，但你知道它在下降，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个东西看不到了。隔了半年去广州，发现那个广州塔看不到。你站这个珠江斜对面，人一下就崩溃了，说怎么广州塔看不到？旁边一个大爷说今天没开灯。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出来弄你一下，你就崩溃了。你以为越过这个山丘就好了？不会的，越过山丘还是山丘，一丘接一丘，人生短短，到底几个丘？
从这个情绪里面走出来之后，你才发现那些没有杀死你的，真的会让你歇2天再来杀你。一上高铁发现座位号看不见了，就那个数字看不清了，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在那想，今天演个啥呢？演一个无座。演技也很拙劣，因为车厢里到处都是空座。我就拖着我的行李箱站在2节车厢连接处，心想是赶紧到站吧，我不想坐了，赶紧让我走。越想走越走不掉，因为都是空座，你站那就已经很可疑了。路过一个列车员就要查我的票，路过卖盒饭的都要查我的票。把票给他一看，他说你还有2个多小时呢，你站着干啥？我说要你管，老子抽根烟。哇，他说500到2000。然后慢慢摸索之后呢，时间长了之后也学会坐高铁了。现在很优雅，我都不排队，跟在最后。进去之后，手机掏出来，照着行李架的方向大概拍一张，然后放大了看，1或者是15，然后2、3、4这么数过去就好了啊。学会了吗？这里一个知识点，重点记一下哈，只能从车尾方向那个门进去，不能从车头方向那个门进去。一拍，一车人盯着你看，土鳖没坐过高铁。这都是后来发现的，不用装，因为你装着装着就把自己装进去了，哇，又麻烦别人又麻烦自己。你不装的话，只麻烦别人就好了呀。跟人家求助嘛，你看现在坐电梯啊，我就跟人家求助。有人的话，你想想看，他按完按钮大概就靠那门边站着，你跟他说就好了。你说不好意思，我看不太清楚，帮我按一下6楼，谢谢。后来看不清楚我都不说了，我说6楼。因为大多数人啊，听你说看不清楚，他第一个反应啊，说那墨镜倒是摘了呀。我讲这个，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有口吃，我是。我算是从小就有口吃。我的印象里，我是小的时候，我和别人学的。所以我是算是从小，我的学习能力就很强。像我之前的口吃是很严重的，是会卡壳到的没法去和别人面对面的交流。身边的朋友十分好奇啊，说：“子明，这你为啥不和小爱同学交流交流？”主要是我的这个语速有时候我也召唤不出来。然后像我这样的停顿型的口吃呢，是很尴尬的。前2天我和一个女孩出去玩了海盗船，然后海盗船还是很可怕的。下来之后，她还说：“你好奇怪，子明，为啥你是每次换到最下面的时候会喊呢？”然后后面呢，为了治疗，我就去了口吃康复班。据说这位康复班的老师呢，算是自己治好了自己的口吃。然后呢，治疗的方法就是户外的演讲。30天呢，我是做了800多次的户外演讲。然后呢，这些呢对我的改变很大。演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晒黑了。然后当时的康复班还是很有收获的，就是交到了一个和我情况的非常像的口吃朋友。不过2个口吃一起聊天
实在太尴尬了，因为我的口吃算是停顿型的，然后他的算是重复型的，是他会把这个字反反复复的说，我在他的面前就很吃亏。我俩说话的画面就很好玩，就是我是哈哈哈哈，然后他是哈哈。哈尔滨去过吗？然后呢，我呢总共算是治了40来天，然后这位胡老师还是没有把我治好，我也没有怪他，因为他也复发了。然后像我这个说话的口吃，从小呢就会十分吃亏。小的时候有人让我陪他出去打个群架，说是让我骂完就跑。然后呢，别人全都骂完了，我在旁边骂得断断续续的，然后他们打我。也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他们总感觉我有话想说。然后旁边还有劝架的呢，说别打了，别打了，咱们听他说完。然后关于我的治疗故事还有很多想要分享，但是我超时了，谢谢。哎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树，我是一个00后，然后谢谢，我今年23岁，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北京，然后开始讲脱口秀，但我平时最主要的收入还是来源于我另外一份非常稳定的职业，儿子，对，每天主要工作呢就是啃老，但刚开始确实会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状。会觉得自己很矛盾，因为前2年还在叛逆，每天跟父母吵架，能不能不要管我？能不能不要管我？一转眼毕业之后，能不能给我5000？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不，浪子回头就换金。但进入社会之后还向家里要钱，就的确会真的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措辞。给我5000这句话真的太难开口了，尤其是前面那个动词。它很难拿捏尺度，因为你说给，就代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索取，但你说借，又代表还，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跟他们说，还差5000。哎，这也很好，我既没有说要，也没有让他们给，我只是描述了一下我的状态，该怎么做你们看着办。还差5000，而且这个要钱的时机也十分的考究，因为我平时不怎么跟家里联络感情，所以如果每次都是缺钱的时候才打电话，那就会显得有一点冷漠啊，所以我每次都要找一个由头，等一个千载难逢、顺其自然的机会跟他们联系。爸，父亲节快乐，还差5000。妈，母亲节快乐，把电话给我爸。但这样机会很少，很难找。有时候你也很希望父母能够不那么传统，也过一过洋节。爸 ，Merry Christmas，Give me 5。爸，不给房租就捣蛋。因为你长大了之后跟父母打电话，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最多也就都只能尽量的想办法寒暄几句啊，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工作顺利吗？工资结了吗？还差5000，每次都是这样，图穷匕现，电话荆轲。但我不擅长找话题不是每次我都能跟他们聊上一会儿的。现在点开我爸那个微信，2个人通话时长是越来越少，5000是越来越多。甚至到后来电话都不打了，
直接微信发5字，爸还差5000，过一会儿钱就打过来了，一字千金。虽然我爸妈每次最后都会给我钱，但其实他们心里并没有那么支持我做这个，他们还是会觉得我是在不务正业，马上就要失去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应届生身份。当然，我也能预料到他们的态度，所以一开始我不太敢告诉他们我具体是在做什么。可时间一长，家人不知道你在干嘛，又每隔段时间不停让家里打钱啊，他们总会怀疑你出了什么事儿。我每次都跟他们解释，我说放心，我没出事儿。我挺好的，这边的朋友都很照顾我，他们都鼓励我加油好好干。你这么年轻，一定能成功的啊！我只是现在需要钱，我这个干好之后很挣钱的。我没有被骗，很多高学历的人也在做这个的。很难获得他们的支持，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如果你既想全职做喜剧，又不想依靠家里的话，那你可以平时用一些闲钱做一些投资。闲钱？我说我哪有闲钱？我只有忙钱。什么是忙钱？就是钱来了就走了。忙钱。我钱3过家门而不入。就我的钱如果是闲的，我何必还这么忙？但我上面说的其实都是以前的情况，现在开始挣到钱了，也上了节目也会收到一些劳务，有了钱之后就终于能够有底气的去面对父母，告诉他们还差4000。好，接下来谢谢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仁成，我是一个江西人，老家在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很小的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我们山东是孔孟之乡，江南是鱼米之乡，我们安邑县也有。我们安邑县是中国铝合金门窗之乡。不信去搜啊！我家做门窗的，从小我见过的每一个亲戚都是做门窗的，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导致我从小就以为我没得选，只能做门窗。小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长大了知道了，这个叫种姓制度。在印度，有的人出生就是婆罗门，我出生铝合金门。从小在店里面长大，我家店有个非常严肃的名字，是我爸取的，叫胖子门窗。能听出来我爸是个非常真诚的人。他这个名字取的呀，你都不用进去就知道里面有什么。胖子和门窗。毫不意外，真的。但我爸显然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在胖子门窗下面长大，真的这样会被人嘲笑。我小时候感觉那4个字“胖子门窗”像诅咒一样诅咒我的人生，我又很不争气，很快变成了小胖子。这时候再看那4个字，感觉人生的进度条完成一半了，就差做门窗了。这种宿命感一直笼罩着我，很困扰我。我记得小时候上学，第一次学那个岳母刺字，非常感动，但转念一想，有点害怕。我怕我妈也这样。回到家做噩梦了，梦到我妈在后面纹了4个字，不是啊，是上门安装。等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学习就不是很好了。那时候父母内心中希望我可以不要去上学了，但他太残忍，他没有说出口。但作为儿子，我很争气，我自己就不想念了。所以当我鼓起勇气告诉我的父母我不想上学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既不是我想中的愤怒或者震惊，而是一种强忍着喜悦。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跟爸说：“爸，我不想上学了，爸。”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没有人逼你吧？真的毫不夸张哦。我第1天提出辍学，第2天就开始干活了，太快了，太顺利了。我发现我上学没有天赋，但我辍学很有天赋啊。在家做几年门窗，先来做脱口秀了，
很多朋友很好奇，那你做脱口秀，家里人什么态度呢？就这么说吧，在我父母眼里，我做脱口秀跟我当医生啊、律师啊都差不多，都是不务正业。我们那儿只有一条路，你们都知道是什么路。但我父母还没放弃，还在常常说服我，说的话真的没什么吸引力。前2天我妈很认真跟我说，你要记住，咱们家有2条祖训：堂堂正正做门，清清白白做窗。我说妈，这也太荒唐了。不过你们能听出来，我们那儿确实算得上是名门望族，没有书香，全是门第。所以我也明白，不能怪我父母。我们那风气确实有所不同。比如在我们村出现第1个大学生之前，已经出现5个百万富翁了。你和他们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他们不屑一顾铝合金是更好的阶梯。而且他们没有说错，我们今天做的就是铝合金贴。我现在上海生活，有时候也会想家。每当我想家的时候，我就会去附近的小区逛一逛。看看他们的铝合金窗啊，不锈钢防盗窗啊，缓解我对家乡的思念。这是我的乡愁。时间久了，附近小区的保安也认识我了，不让我进去了，非说我在踩点。我跟他解释呢，保安大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有这种爱好。我喜欢观察防盗窗啊，装的结不结实。保安说：“你是得观察呀，你这个身材不结实的，你不敢爬。”后来解释了很久，他才相信我。我最后还问他个问题：“哎，保安大哥，为什么在上海防盗窗这么少啊？真的很少，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是专业的，我知道。”特别少。而为什么？难道在上海生活的人都不怕被偷吗？没想到保安大哥给了我一个特别有哲理的答案。他因为在上海呀，贼难生存。我小时候确实不理解我父母，从前一直不理解他们对这种门窗的执着。我觉得我现在做脱口秀了，我很喜欢这种工作，很热爱它。为什么老让人去做门窗？难道我做脱口秀还能被饿死吗？去年开始理解了。这个听妈妈的话呀，是有道理啊。这个脱口秀是没有门窗稳定啊。我现在也想通了，人呐不用那么极端，人可以有很多的身份。重新介绍自己，我刘仁成，脱口秀演员、喜剧编剧、铝合金门窗传承人。我们这个行业要再动荡啊，我就去继承家业了。广告语都想好了，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可能会为你关上一扇门或打开一扇窗，但胖子门窗永远为你上门安装。好，谢谢大家，我是刘仁成。哎，朋友们，你们好吗？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龙包，我应该是今天所有现场演员当中离咱们上海最远的一位朋友。我从小在新疆长大，说实话，我来南方的次数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点关于南北差异的话题。我跟大家说啊，我第一次来到南方，我特别不适应南方人对我微笑服务。啊，不是我贱啊，就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们西北地区那种汹汹的服务。我刚来到南方，就是你们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笑得越开心，我心里越没底。我说你笑得这么开心，你是不是东西有问题？我来的第一个南方城市啊，不是上海，是另外一个城市，咱就不提名，咱礼貌一点，就给你们4个字概括一下吧，就怎么说，就西湖附近吧。
我当时在他们的机场啊，某山机场，我当时就跟一个出租车司机发生了一点冲突，就的士司机发生了一点冲突。我当时上车之后，我就跟那个师傅说：“师傅你好，我去那个西湖。”然后那师傅就开始对我微笑，然后说了一些关心我的话，激怒了我。他当时是这样，他说。您是游客吧，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湖呢，在市中心，它比较远。我个人建议您呀，去坐我们这个地铁吧，能够便宜点，给你省点钱。我当时就感觉被冒犯到，我心想，你是怎么看出来我贫穷的气质？我甚至当时把这个事儿都想得过于有点复杂，我当时有点应激了。我心想，老听说南方排外，哥们儿刚来就被排了，我还没进去。我当时想到这儿，我把车门一关，我对着师傅一声冷笑，我这走。我就喜欢这种贵的交通工具。哎呦，你还看不起？你先绕机场2圈，咱们再出发。我就故意这么去说嘛。当然那个师傅一下也就听出来我的言外之意了，他就开始跟我解释，跟我道歉。他说：“哎呦，先生，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没有看不起您，我跟您实话说了吧，就是有人他在网上他提前预定了我这辆车，我现在把您送到市中心再回来，时间太长了，我会错过跟别人约定好的时间，没有看不起您的意思，您误会我了。”哇！我当时听完之后就特别的愧疚，我心想：哎呀，我真该死。师傅，原来你不是看不起我的意思，不是瞧不起我，你就是拒载。我就举报了他，然后，没有，开玩笑的，我就坐了第2辆出租车。说实话，我真的挺愧疚的，我误会了人家的好意。我在第2辆车上的时候，我甚至想到了，我说，怪不得我们北方人老说南方人比我们会做生意，是有原因的。你看你们在拒载的时候都愿意先撒一些善意的谎言，多么高贵的品质。我不是讽刺大家，是因为我当时在车上，我想到我们那块的司机在拒载时候那个鬼样子，就是我们那怎么说，就跟你们正好相反。我们那司机懒得骗你，真的，你有时候都很难相信，你竟然会因为一个司机的诚实而感觉到愤怒。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我15年去西安上大学，我当时在那个火车站，外面的马路，我正百度地图，我想去看一眼钟楼，大家知道钟楼吧？一个建筑嘛。然后我正百度地图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旁边，摇下车窗，非常的热情，在那说喊我，他说：“哎，走不走？”哎，我一看是个出租车嘛，我说：“哎，师傅你好，我想去钟楼。”他说：“我不想去。”哎，我当时都懵了。我说2秒钟之前是谁招揽的我？我愣神的一瞬间，他一脚油就走了，就留下一脸委屈的我，想不明白，我没有生气，我在思考他的那句话。我说什么叫做你不想去？你不是出租车吗？这不得由我来想？哎，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怎么找到一辆想去的车呢？哎，我总不能站在路边喊吧？我说钟楼谁想去？钟楼走不走？哎，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这儿揽客呢。啊，真的，我当时正在幻想的时候，突然又有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旁边，摇下车窗，跟上一个司机一模一样。我都感觉我幻听了。他说：“哎，走不走？”但是我当时只有一个反应，我说 ：“NPC 吗？这是？我是不是陷入到某种循环当中了？是不是今天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我走不了。”我当时真的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很胆怯的跟那个师傅说：“我师傅，你想不想去钟楼？”就你们见过那种打量傻子的眼神？就师傅突然用那种看傻子的眼神，从头到尾这么看了我一遍，说：“我不想去。”我奇了怪了，还我想去呢，我想去兵马俑呢，你去不去？我就去了兵马俑。好，谢谢大家，我是龙猫，希望大家开心，谢谢各位。大家好，我叫夏夏，我是一个不自信的人，而且我发现啊，不只是我这样的普通人不能承认自己的好，哪怕那些已经很厉害的人也不能承认。就比如说张艺谋，他足够牛，
牛了吧？我之前看过他一个采访啊，然后就有现场观众嘛，然后说。张导，您是我心中最好的导演呀！这个时候张艺谋啊，天哪，他可是张艺谋啊！我明显感觉他脑袋嗡一下呀，赶紧退后2步呀！没有，得到大家的喜欢呀，纯属幸运。他得这么说呀，这样说比较体面，对吧？如果大家夸他说张导，您是中国最厉害的导演，这个时候张艺谋说，怎么不算呢？他要是敢这样说啊，他不敢这样说。我就是一个带着人工心脏说脱口秀的那个王17，大家还记得吗？摇头的是不是没想到我还活着？我就到了 ICU 以后，体会到了脱口秀的力量。我刚躺进去，旁边有个大哥。不知道在哪啊，打听的我会说脱口秀，摘了氧气和我说：“老弟，听说你会脱口秀，给咱来一段呗。”啊，这里太无聊了。我一看大哥这么热情，我也摘了氧气。大哥，你等我坐下给你讲啊。我刚要坐，护士啪给我摁倒了，告诉我别开玩笑啊。这屋躺的可都是真能笑死的，我跟你讲。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啊，也不算好朋友了，一般朋友，开玩笑啊，其实最近呢，总会有观众问我啊，说周奇墨怎么总感觉你上完脱口秀大会第4季以后就没啥动静呢？啊，为啥？啊，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哈，就是我总想起那句老话，枪打出头鸟。所以呢，我就有意识地往后撤啊，跟其他鸟看齐啊，让其他鸟先上。我甚至想好了，什么时候一旦猎枪响了，有鸟掉下来，我再站出来。答得好，我早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鸟。然后再往后撤啊。但现在我感觉后撤的步子迈得有点大了。你像我去年1年啊，基本没有什么演出。然后我们这行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演出的话，就没有演出费。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这还有天理吗？这2年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我现在就搬到上海来了。啊，然后呢，也就开始喝咖啡了。说实话，没有那么愿意喝，但是我听说在上海，如果你不喝咖啡的话，不给你办那个积分落户啊，好像是1000杯顶10分是吧？我不管哈，我就哐哐喝啊。我家楼下呀就有一家连锁的咖啡店啊，我没事就过去点一杯。它现在有个点单系统很有意思。就如果你在手机上点单，并且支付完成以后，他会给你发过来一个成语啊，比如说好事成双。然后你到了门店，到了柜台前，你啥也不用干，你就对着店员说好事成双，他就把你的咖啡给你。我觉得这个系统很巧妙，但是呢也有漏洞。其实我一天可以去他们家的很多店，随便说一个成语试试。完全可以啊！随便走进一家店，你好，不劳而获。没有吗？啊，那可能是我记错了。你试一下那个歪打正着，你看看。也没有，啊，也没有。要不你再试试死缠烂打呢？啊。服务员说：“这样吧，先生，我这有杯臭不要脸，先给你吧。”啊，我到了上海以后，我爸也过来看过我啊。他从东北那个小城市过来，对于上海这种大都市的文明啊，他非常不适应啊。我们整栋楼所有的快递平时都是放在1楼大堂，我爸第一次看见就愣住了啊，他就问我：“快递就这么放着？”我说：“啊。”
随便拿。我说也不是随便拿，你得拿你自己的呀，而且那边还有摄像头。我爸说啊，摄像头，摄像头倒不是问题，摄像头。您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儿啊，我还有。当然，我爸这个事儿不是去偷拿人家快递啊，他是出去给我买菜。我爸一到上海就开始给我做东北菜，第一道排骨炖豆角。哇，我在上海这么长时间，我能吃到一口地道的东北菜，那个感觉非常复杂。就那一口下去，我就感觉我的小学、我的中学、我的前半生啊，都在我脑海中闪回啊，就跟那种濒死体验一样啊。就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豆角没熟。而且我现在在上海，之前在北京也是北漂。我发现我跟我之前在东北的同学联系越来越少，就有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啊，会让我有一点难受啊。比如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哈，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没有联系。某天晚上，突然一个微信的视频邀请就发过来了。哇！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接了啊。接起来之后就是一个前置摄像头的画面啊，一张大脸。已经有点秃顶了啊，然后背景呢就是一个饭店的包厢，啊，桌上杯盘狼藉，我这朋友就看着我，啊，大个儿，干啥呢？想你了。我吹没吹牛？是不是周奇墨？哎，大个儿，现在咋样啊？啊？多少年不见了？你还经常跟那个许广智他们一起演出呢吗？谁不他吗？你瞅我这嘴把他俩整混了，他俩不总搁一块儿吗？那去年不还上春晚来着吗？啊！哎，对了，你咋没去呢？哎，大哥，没找你那是导演眼光不行，你适合上春晚啊，大哥，你适合，因为你稳当。啊，你懂不？你比他们稳当啊，你适合上春晚。那你不上春晚，你平时都干啥呀？啊？你还讲脱口秀呢吗？大哥，我告诉你干啥？你直播带货，直播现在老挣钱了。你说你又有流量，你就咔咔带货呗啊？你不脱口秀天花板吗？你就卖天花板。那谁张总就搞建材的呀，他给你供货不就完了吗？咱有渠道啊。不咋呀，大个儿，你笑了啊？我把你逗笑了。我把你逗笑。哎呀妈，那你说我是不是能去讲脱口秀呀？我把他逗笑了。哎呀。那行吧，那你忙着吧，我们搁这喝酒呢。啊，那张总、王总啊，都可喜欢你了。完了，你啥时候回来，你吱声，我给你安排，听见没？啊啊，行，那你忙着吧，先挂了吧。哎，好嘞，哎，哎，等一下，你跟那个张总、王总再说个拜拜来，说个拜拜，哎，拜拜。对，张总拜拜，王总拜拜，哎，拜拜，多好，哎，挂了吧，好嘞，保重，哎，我当时挂了那个电话呀，我就坐那儿缓，就缓了半天，我就难受啊，我就想，我这么稳当，为啥春晚不找我呢？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史密斯，我是熊掌，我们是二人战，谢谢大家，谢谢。又是演漫才啊，但是都是漫才，这个风格不太一样，希望大家能喜欢。蜘蛛侠被警察抓了，罪名是什么？开始的特别突然啊！猜哪儿来个谜语呀？蜘蛛侠被警察抓了，应该是打架斗殴。不对。破坏公物。不对。也不对。说了嘛就不对呀。你有答案你说吧，别问我了。走私嘛。好啦。漫才就是破玩意儿啊！哎，人人都会啊。啥破玩意儿啊？别说这没用的谜语，有没有正经事儿分享一下？正经事儿啊？正经事儿。人一困了就打哈欠。
这是废话。啊，不是，有时候看别人打的时候，我也想打一个。哦，有这种说法，说打哈欠会互相传染，对吧？你干啥呀？你干啥呀？张个大嘴在这块儿，没有这么容易传染啊，不用现场试。不是啊，啊，我是认为啊，啊，这个世界上啊，哈欠的数量是固定的。啊，你看，每当我打的时候，别人也打，我就不想打这个哈欠了。为啥呀？就感觉本该属于我哈气的舒适程度被他给抢走了。啥玩意儿？啥意思？哦，别人不能打哈欠了？可以打，别在我这儿打，我不允许他跟着我打。真霸道啊！我第一次见着有垄断哈气的啊！哎，我这不是垄断啊，是看到别人跟我同时打的时候，我打的又不舒服，感觉本该属于我这个哈气被他给抢走了。那你偷摸打？偷摸打？偷摸打？凭什么我要偷摸打呀？我才是受害者。还受害者？你不怕被抢吗？偷摸打没人知道就不会被抢了。啊啊！干啥？你要早送诗歌呀？要干啥？那你是不是会对那些被抢劫的人说肯定是你炫富了才被抢的？哎，不是。是不是会对那些被家暴的人说肯定是你出轨的才家暴你的？哎，没有。是不是会对那些被骚扰的女生说肯定是你裙子穿得太短了才被骚扰的？哎，我不是这意思啊，我不是。朋友们，我不是这，你别给我扣帽子啊，我不是这意思。反正我打哈欠被抢了，我就得反击。还难受就得反击。对。啊。你明白了？明白了。你就会对那些被抢劫的人说，你被人抢了，你也出去抢呗。你就会对被家暴的人说，你被家暴了，你打回去呀。你就会对被骚扰的女生说，你被骚扰的时候勇敢一点，往回摸一把不就完事了吗？是不是？你呀，是我呀，真是啊，你还啥玩意都在受害者，叭叭说半天，小自己挺有理那个。不是，我觉得打哈欠这个叫法也不对。说不过我就换话题呀。不是，我觉得打哈欠啊，不应该叫打哈欠啊，打喷嚏应该叫打哈欠。为啥呀？你看，所有人打喷嚏都是哈欠，应该叫打哈欠吧？啊，从来没见过人打喷嚏是啊喷嚏。你觉得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说了，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好，我名字叫刘洋，然后我讲了10年的单口喜剧了，对，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单口喜剧的节目，我说实话我特别紧张，而且各位看看我们的战队吧，朋友们，我天，我们战队都没人了。之前导演跟我们说刘老师切记流程，上场的时候从你的队长身边走开，与你的队友们拥抱。各位，队友们2个人，这就是队友们的最小单位。小罗要是输了，上场就说跟蛇儿姐打个招呼就行。太紧张了，我真的，而且我来之前也各种担心。我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我这个脸型上镜了之后特别难看。难看的点是这样的，就是各位看得出这个脸型很方，这是一张标准的方脸。上镜前方，上了镜大大方方。这脸，但我该说不说，各位，我以前是个新东方老师，这是一张标准的新东方老师脸。董宇辉、罗永浩，我。新东方面试就是直接去长城，看能不能把脸卡进那个凹槽里面，一卡进去，上岗。然后来的时候，节目组也问我，因为节目组知道我跟周奇墨是一起讲段子出来的，所以节目组问你对周奇墨的态度如何？他是你在这个圈子里最好的朋友吗？各位问这个问题，你可能不了解我们俩的关系。我们俩认识10年了，我们俩一起上台，当时在北京是一起骑着共享单车赶各种开放麦，
有的时候我们俩共同经历了一件事情，谁能把这件事儿讲成段子，就看谁先抢到共享单车去开放麦讲。可以说我们俩是从小骑着共享单车长大的，所以你要问我在这个圈子里最好的朋友，那只可能是共享单车。我真的太喜欢共享单车了，各位，我甚至办了一张骑行卡，我不知道各位办过骑行卡没有？办过，也不是我想办 ，app 说服了我。有一天我刚锁好车要支付，那个 app 跟我说不要付，你现在只需要花16.5块，办一张骑行卡，30天免费随便骑。我说那你可不知道我有多随便。我就办了一张骑行卡，各位，骑行卡有一种魔咒，你办了哪个品牌的骑行卡，这个品牌就从这个城市消失了，没了。我办了个某团的骑行卡，我一出门一辆黄车没有。我说这是刚刚扫黄来着吗？啥黄了都没有。感觉黄车一直在门口扒着，办了吗？办了吗？办了，快帮我刷成绿色，刷成绿色，来不及刷了，报个蓝车吧，黄加蓝等于绿。报在那边，我真是没想到，我办了骑行卡之后会被卡在骑行这个环节。我办卡之前，各位，我不是给你炫富，我共享单车自由。我想骑什么共享单车骑什么共享单车，我办了卡我变了，我的灵魂被资本绑架了。我现在出门挑共享单车，我有那种电视剧里面女主角早晨起来挑衣服的感觉。我看着几十辆小蓝车，几百辆小绿车，一辆能骑的都没有啊。然后无论目的地有多远，我都走路去目的地，感觉我不是办了张骑行卡，我办了张健身卡。然后有的时候在路上，你看到一个人骑着一辆黄色的共享单车从你面前过，悲从中来，眼泪不知道啥时候就流下来了。你就看着他说：“为什么？就差一步吗？我要是先走你走的那条路，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不都是我的了吗？”这就是我对周奇墨的态度。开玩笑的。单口喜剧演员就是这样，我们会为了搞笑讲一些这种真心话，然后真的是开玩笑。我们俩关系非常的好，因为你得罪其他圈子的人也就是伤感情。你得罪单口喜剧演员，他真跟你抢共享单车，你回头抢还抢不过。然后有的时候，各位有一种情况，你看到一辆共享单车，你看到一辆黄色的车停在那儿，然后离你的目的地就100米，骑不骑？骑不骑？当然骑，还能便宜了资本。我骑，这100米我能骑多慢骑多慢。一路上我不是在骑车，我在品这辆车。慢慢的骑，可慢了，到目的地停都不停，围着转。转完了之后，转的时候双手撒把，哇！心灵奇旅。然后骑完了之后，意兴阑珊，恋恋不舍，要锁车，不让停。还得搜最近的停车点，一搜就是刚才那个地方，怪不得能找到车。再把这辆车骑回去停在那儿，再走路走到目的地，啥也没干，纯试驾这辆共享单车。有的时候真的锁上一辆车舍不得走，1步3回头，因为你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黄色的共享单车。你就站在风中看着那辆车，你看着他，他也看着你，你不说话，他也不说话。然后忽然有一秒，你觉得必须要走了，你说走了，他说去哪里呀？去上班了。不上班行不行啊？傻瓜！
不上班，你也要被吸走了。自作多情，自作多情。虽然现在我们能扫到的共享单车越来越少，咱从头来吧。大家好，我叫刘洋。虽然现在能扫到的共享单车越来越少，但是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单口喜剧演员永远能扫到那辆去赶演出的共享单车。谢谢大家，我是刘洋，谢谢。大家好，我是付航。很多观众都说我是猴，这个其实挺好的，但是现在有点心理不平衡，因为其他的脱口秀演员一提起来都是什么学历高、文本好，观众都说我通人性。平台也玩梗，别人都是什么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灵长类。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挺酷的，但是有一些真正的困扰，真的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因为现在传的越来越邪乎，开始传我曾经咬过观众，我这个有点过分了。以前我演出的确有点疯狂，就是演出的时候老动不动我演过敬老院专场。那个时候我说大爷，一看你身体就非常的好，我要热场吗？大爷看着我，啊！我说大爷，我大一点声。这是一个快乐的演出，看完我的演出，把我的快乐带走，好不好？大爷说啊，我走了，给你带走。全场非常凉。演完之后，只有一个大爷支持我。我过去问他，我说大爷，是因为我不好笑吗？大爷说，首先是。其次啊，就是人到了这个岁数，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我每天看着我每一个子女手里拿着每一份遗嘱在打官司。我说每一份遗嘱，遗嘱不应该只有一份儿？他说小伙子你不懂，到我这个年纪，谁对我好，我随时给谁立一个。你好好演。我喜欢你的激情，看你演出比种地都累。你从小就这么有劲儿吗？不是，朋友们，小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内敛，非常的害羞。那个时候我英文有点天赋，有一次考了全班第1，所有同学都说我是抄的，我根本不管他们怎么看我，埋头苦学了1个月，考了全校第1，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他们都说我偷卷了，他们说我是二里庄神偷。我更内向了，直到我爸妈给我报了一个非常疯狂的英文培训。当时呢，也是一个老师，当时的主题是 passion， 就是激情。我坐在第1排，像你一样，有点害羞。老师走了，看着我，苹果的英文怎么说？我看着老师，我说 apple。老师看着我 ，Give me some passion。我说 banana。我以为我答错了，老师看着我 ，I say passion， 我说大王饶命。老师看着我，说，孩子，看着老师的眼睛，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你，也没有人记得你，拿出你的激情可以改变人生。来，3、2、1，好！我看着老师，好的，老师。老师看着我 ，Are you great？ 你棒棒，你棒棒，你棒棒！我看着老师，我说反弹是那个北北，棒棒棒！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不害怕说英文了，朋友们。我爸每次带到我看到外国人，我爸就会说：“付航上。” Yes sir。哪儿呢，老外？老外，老外，老外，老外淘汰了。
那个时候，有很多那些年轻人，他们英文都非常好，但是你们不敢说。你的英文肯定也很好，但是你不敢说。我懂，因为你们一见到外国人，第一反应就是就这样，What's your name？ 外国人因为你不够自信，故意装听不懂。啊，看你 ，Sorry, cannot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man。经过培训的，就完全不一样。我爸说：“富航，上！”我说 ：“Yes, sir。”当时，我过去看外国人，我说：“刚才问他什么？问名字是吧 ？Easy。”我说：“你妹妹是我的，你在不在？啊，有明白？”再看那外国人，旁边老大爷都疯了，说：“哎呦喂，这小伙子太棒了，给外国人都聊懵了。”宝贝儿，你是非洲的吧？我说我是郊区的，在非洲长大。我说在中国长大，想去非洲。我说差不多可以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怀疑我们这些人呢？他说：“哎呀，上一次问一个也门的，他说他是纯也门。”当时，老大爷说：“孩子，你太棒了，自古本地出少年。”我说：“自古本地还出少女呢。”来，小伙子，替大爷跟他翻译一下，问问他来这儿干什么。我说 ：“Yes, sir。”我说 ：“You come here. Why？” 外国人说 ：“I come here for fun。”我说 ：“Fun, thank you. And you。”大爷说：“你太棒了，太喜欢你了，孩子。”再给他翻译一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说：“差不多得了，大爷。你想聊你自己聊。”当时我一直非常自信，直到我高考失利。那时候高考一出分，我啪一点254。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考254。”我爸说：“太棒了，儿子。其他科多少分？”我说：“这就是总分。”我爸说：“你妈得跟我离婚。”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完了，朋友们。我说：“爸，我的人生结束了吗？”我爸看着我说：“孩子，你才18岁，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我眼泪唰就下来了。我说：“那您能给我掏点钱让我重新复读1年吗？”我爸说：“不行，因为爸爸对你的爱结束了。”但是没关系，没关系，等你妈跟我离婚了，你可以用这个房子结婚。当时我看着我说：“那您等什么呢？”我的人生完了。我爸说：“我在等你长大，找到一份工作。”我说：“好。”第一份工作，我找的就是一个私人会所的 BA， 保安。对，就是保安。当时我就想，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高考失利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前面所有的人生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非常痛苦。我到那儿去面试那个兼职的保安，那个 HR 看着我啊，小伙子挺不错啊，刚考完是吧？考多少分啊？我说254，但我人生刚刚开始。非常好，孩子，你知道当保安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他看着我说：“你有激情吗？”当时我眼泪真下来，跟我现在一样。我看着他说：“我说您说那不是激情，您说那是passion。”欢迎业主回家。朋友们，激情改变人生，听懂？掌声！你们送给了我一场完美的演出，希望你们大家开心一点。我感谢你们，拜拜。